两个不穿内衣的越南阿妹热情邀请美军斗地主。下一秒，两个阿妹身上的炸弹被触发，当即便化成了一阵灰土。事后队长严厉地警告新兵，这里是越南，不会有妹子真的想让你弹棉花。这是新兵墨菲第一次认识到战场中的可怕，但这一切仅仅只是个开始，接下来的经历才真正让他们感受到什么是人间炼狱。在军士长比尔的带领下，队伍前往一个叫安乐村的地方巡逻。此时正好临近春节，越共曾在此前宣布停火48小时，但经验老道的比尔并不这么认为。敏锐的他嗅到了一丝异常，不敢掉以轻心，于是带着小队先到村子附近进行巡逻。其实几个月前他们来过这个村子，当时这里男耕女织，热闹非凡，可如今却变成了人间炼狱，是越共将整个村子的人屠杀殆尽，甚至连女人和孩子都没放过，动物也被他们赶尽杀绝。因为越共不想让村民和美军接触，便提前来了个杀鸡儆猴，而且还告诉附近其他的村子，这就是亲近美军的下场。新兵墨菲第一次看到这么血腥场面，控制不住的想要呕吐。随后美军经过一番全面的搜查，发现了村子里唯一幸存的一个男孩，他们将男孩带走，随后放火将整个村子毁坏。眼前的种种已经让比尔断定，越共所谓的停火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，他们一定在谋划更大的事情。比尔决定查出事情真相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比尔让大家都提高警惕。不久他们来到了河边，发现河边有20-30名渔民，比尔丝毫不敢大意，他先留下2名狙击手，以防队伍遭遇不测，接着自己带队上前查看。正在拉渔网的老头看向走来的美军，眼神中露出说不出来的阴狠。比尔询问这里是否有越共出现，但渔民过于平静的回答不得不让人怀疑。他向美军保证没有见过越共。随后比尔试探性地告诉渔民，自己是从安乐村过来的，还救了一个小男孩。怎知对方听到这话脸色大变，立刻丢掉了手中的鱼饵。比尔当即意识到事态不对，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平民。比尔想要赶紧离开这里，并通知队员们全都进入战斗状态。在老头拿枪的一瞬间，一名越共想趁着美军不注意发动偷袭，殊不知猝不及防的攻势让渔民没有时间准备，很多渔民还没来得及拿出武器，就已经中弹身亡。美军依靠着装备的火力优势，打得越共毫无还手之力。随后美军将他们的武器全都搜缴过来。比尔看到这些东西时感到很惊讶，渔民手里有大量崭新的 AK-47和手榴弹，很明显是越共正规军才有的武器配置。这再次证实了比尔的猜测，越共真的有大动作。暂时的停火只是为下一次进攻做掩护。随后他们呼叫了附近基地的一架直升机，可他们不知道地面上的越共已经瞄准了直升机，驾驶员当场中弹身亡，机枪手也未能幸免。直升机摇摇晃晃失去控制，好在距离基地已经不远，士兵们还算安全地坚持到了基地。刚落地，众人就发现这里的士兵都不在状态，他们看起来非常散漫，毫无战意。基地的指挥官更是在屋内看起颜色杂志。比尔将现在的危险局势告知指挥官，结果对方满不在乎地让他们去修理兵线。比尔和副手深切地明白，这个人现在已经废掉，如果不尽快让他下台，搞不好整个连队都要被他害死。于是两人心里有了一个决定。等到晚上，比尔和副手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。他们先是发射2枚榴弹制造混乱，伪装成遭受敌袭的样子，然后炮口一转对准指挥官所在的屋。就这样，指挥官被炮弹炸伤，比尔则作为军事长接替他的位置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从外侦察回来的黑人士兵闯进来，他有些疑惑眼前的新指挥官。比尔向他解释说，指挥官在敌袭中受伤，现在基地由他来指挥。黑人士兵没有多深究，两人通过交换情报得知，士兵谎称越共有300人在朝基地集结，可比尔却觉得远远不止，对方的阵仗起码要有上千人才对。于是比尔命令部队加强基地防卫，接着向总部申请了军火补给和增援。但那些坐在空调房里的长官对前线的战场一无所知，送来的补给是啤酒和电饮，他们根本不相信这里有一个团的敌人。而此时一直默默观察的越共指挥官下令，让迫击炮轰炸补给飞机，怎料炮兵的轰炸水平实在丢人，没有一发能够命中。指挥官埋怨手下的炮兵都是废物，连个固定目标都打不中。如今事情已经发生，埋怨也没有用。当天晚上，越共在南越全境发起进攻，包括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和众多美军军事基地都遭到了袭击。此时的总部终于慌了起来，向比尔下达命令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葛兰高地。中午时分，越共再次发起了攻击，双方迫击炮互相对射。经历了昨天的教训，这次越共迫击炮的射击精度有明显提升。炮击过后，越共的地面部队开始发起冲锋。美军这边有比尔作战，他拥有几10年作战经验。越南人伤亡惨重，这次进攻越共以失败告终，但他们仍旧不肯放弃。眼看明的不行，他们便打起歪主意。越共将美国大兵的头颅砍下，插在竹竿上，这种残忍手段瞬间激起美军的愤怒。指挥官提着2颗脑袋警告众士兵，必须提起200分的精神，否则这就是下场。等到天亮之后，越共再一次对他们发动了袭击，他们依然采用人海战术突破防线，密密麻麻的人像蚂蚁一样朝着前方高地急速冲去。但美军的枪整齐排成一排，像割韭菜般收割着这些敌人，但很快就被越军攻了上来。美军依靠战壕堡垒还能坚守阵地，各个方位的战斗已经进入了混战，除了机枪还能有点效果，
其他攻击几乎都起不了作用，双方只能开始近身肉搏。就在即将崩溃的边缘，一架美军直升机赶来支援，先对着越共狂轰滥炸，然后围绕着基地扫射3圈。血肉之躯在强大的火力下比指还错，面对如此大的伤亡，这次进攻只能以失败告终。双方现在的局势都不算太好，越共没有补给也没有增援，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，所以下一次进攻他们必须倾尽所有力量。同时比尔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双方都在为最后的决战做着准备。第3天，越军发起了最后一次大围剿，美军根本无法抵挡，从第1防线撤退到第2防线，倒下的队友越来越多，但敌人的攻势太过凶猛，他们冲进医务室，不管是躺在病床上的伤员还是医疗护士，只要见到活人就杀。女军医只好端起枪自卫，这才避免了全员丧生的悲剧。女军医从来没想过自己一生救死扶伤，如今也有了杀人的一天。此时高地上已经全是越共的身影，新兵墨菲经历了这么多，已经成长为合格的战士，他陷入了交战泥潭，每时每刻都有人向他杀来，一刀一枪都让他心力憔悴，最终他没能逃过死亡。临死前他不停呼喊着未婚妻的名字。双方都在拼尽全力的战斗，进攻的越军已经没有了落脚的地方。就在阵地即将沦陷之时，数架直升机终于赶来，再一次扭转了战局。此时双方的指挥官也扭打在一起，指挥官抓到破绽，一脚将对方踢开，随即抓起手枪便想要射击，谁知对方一名士兵用身体帮指挥官挡住子弹，随后还倒在了比尔的身上。越共指挥官本想借机将比尔截杀，此刻头顶的直升机再次环绕着基地，对着越共疯狂输出。越共指挥官只好下令撤离。临走时，他带走了那个被美军救下的男孩。比尔看到自己的士兵一个个牺牲，他清楚地知道败局已定。战斗结束后，基地外尸横遍野，